今天传来好消息，正在研究终止 ECFA， 这不但是解放台湾还走出的重要一步，也对今天经济发展会做出重大贡献。我预计会提振 1% 的 GDP。今天大陆和台湾贸易主要是机电产品、电子产品和服装消费品，还有部分农产品，所以这些产品都是大陆可以生产的。但是为了惠台，大陆提供了大量的贸易优惠，让这些产品可以低价进入大陆，形成强大的竞争力，压制了同类大陆企业的发展。仅以去年为例，台湾输入大陆的产品价值约人民币14842亿元，贸易顺差达到1700亿美元。如果没有对大陆的顺差，台湾的贸易就是1200亿美元的逆差，经济就会出现巨大困难。不从台湾进口这14842亿元的产品，这些产品由大陆的企业生产，提供给大陆，这就会拉动经济1个百分点。其实我们要实现这些产品生产，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设备和固定资产投资，对大陆的经济拉动有可能超过 1%。因此我对断掉 ECFA 是坚决支持的，这是要早做扎实，应该逐渐中断贸易。就在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过境美国旧金山，美台勾连挑衅动作不断之际，中国商务部17日宣布，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涉违反 WTO 规则。针对是否终止或部分终止 ECFA 给予台湾产品相关税收优惠时，商务部称将依据有关规定研究采取相应措施。中国国台办18日对此表示，支持相关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采取相对应措施。众所周知，如果不是两岸有 ECFA， 台湾产品进入大陆的竞争力非常低。但是在民进党当局对大陆产品人为设置各种阻碍的情况下，ECFA 协定变成了大陆单方面对台湾让利的一个协议。现在我们商务部和国台办在 ECFA 问题上接连表态，显然是在给对岸提前打个招呼，免得真正终止 ECFA 时，岛内的一些人跳起来说大陆在搞经济反制或者经济胁迫。根据台湾方面自己的统计，一旦没有了 ECFA， 台湾每年立刻就要多付出8到10亿美元的关税，才可能继续将既有产品出口大陆。更严重的是，在付出了较高额的关税之后，价格优势不在的台湾产品在大陆还能有多大竞争优势呢？另外，台湾经济现在对大陆市场依赖程度居高不下，ECFA 出现变动的话，台湾地区受影响的产品也很难销售到其他国家与地区，因为去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还是要被收税，没有竞争优势。另外，我们要看到，从 ECFA 生效实施到今天，台湾厂商累计已经减税约90亿美元，大陆方面享受的优惠大约只有这个数字的1/10，所以两岸贸易并不符合 WTO 对等开放原则。既然民进党当局不承认9·2共识，我们就没必要再试图让他们回心转意，应立即停止对台让利，终止 ECFA。 这么做没有必要瞻前顾后，考虑谁的感受。以现在台海的局势，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有正当性，在经济上更是利大于弊。最近2年，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，都有人使劲鼓吹两岸经济不能脱钩，尤其是大陆有些人拼命强调要助力台湾经济取得更好发展，让广大台胞台企更多获利受益，完全搞不清这些人到底拿的哪边的工资。至于台湾方面所说的 ECFA 实施以来，两岸互蒙其利，一旦终止，除将造成双方损失外，也将破坏两岸关系，这完全就是放屁。利都让台湾给得了，大陆方面还被弄得里外不是人。更何况，现在两岸关系即使再被进一步破坏的话，又能更坏到哪里去呢？我们以前常说，没有统一这个前提，谈和平就是耍流氓。现在我们也可以说，没有统一这个前台，谈什么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，不能脱钩也脱不了钩，也是耍流氓。最后，我们希望岛内正在上蹿下跳谋大位的政客们能主动一点，有骨气一点，主动站出来，推动 ECFA 的终止甚至是终止。